作为教会呢，它的收入呢是靠信徒的奉献，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很多时候呢，人来到教会却是指望着得着什么，比如呢，人自己当下面对的困境而寻求出路，或者是身体上出现的问题盼望着得着医治。总之，人来到教会是指望着得着什么，而不是给予。所以当教会提到奉献的话题，多少会带给人勉强的感觉。而且每个教会呢都有自己的传统习惯，有的呢是传这种奉献袋，或者是这种罐。人呢迫于面子，就是在别人往里头放钱的时候，自己就会感到很有压力。圣经中确实有好几处经文呢吩咐人要奉献，但我们呢不是犹太人，也不必遵循律法上的要求，但是这些圣经的教导却是有其含义的。我们可以借此呢理解到上帝这样吩咐的用意是什么。圣经中最早的关于奉献的概念应该来自创世纪中亚伯拉罕解救被掳的罗德之后，向麦基洗德奉献了1/10的所得。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也不知道那位麦基洗德是什么人。总之呢，那是最早的关于奉献的记载，而作为律法的一部分是写在申命记中，是摩西将上帝的吩咐写给以色列人的。其中呢有一段经文阐述了人奉献的目的之一是保证寄居者有饭吃。这段经文呢要求人拿出所奉献的粮食积攒在特定的仓里，是为了使那些寄居的人有粮吃。人这样做呢就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虽然土产是来自人的劳动，但更是来自上帝的祝福，所以上帝要人拿出所得的1/10，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人不可以只顾自己，也要顾及那些没有能力的软弱的。另一处经文是记载在利未记的19章10节，你们收割的时候，不要割尽田角地边的庄稼，也不要剪掉在地上田里的穗子，不要摘尽葡萄园里的葡萄，也不要剪掉在地上的葡萄，要把这些留给穷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族人。这段经文使人想到路德记中的路德呢，跟随婆婆回到迦南地，就是靠捡麦穗认识的波阿斯。虽然这种的要求呢，表达了一种对寄居者的友善，但实质上呢，这也是一种社会保障的体制。虽然从我个人角度呢，我是对寄居者有偏见的，我认为他们都是懒惰造成的，但路德记呢，使我们看到他们不过是需要帮助的一类，甚至他们的情况呢，可能完全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上帝的这种要求呢，表达出一种理念，就是人与人平等的概念。寄居的人需要人帮助，而不是被歧视。我想更深的一层的意思呢，是劳动的与寄居的可能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关系，就好像人与环境是这样的关系。以前的人的想法呢走偏激，比如以前的中国搞除四害，好像有些生物的存在只是寄生虫，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就是偏激的看法。我也曾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在韩国冬天的时候，有喜鹊会来吃树上的柿子。当地的百姓呢认为喜鹊不过是寄居的，是依赖人为他们存留食物而存在的。所以有一年呢，那些村民将所有树上的柿子全部都摘净了。这样呢就违反了圣经所说的那种原则，不要摘尽葡萄园里的葡萄，也不要捡掉在地上的葡萄。那年的冬天呢，雪很大，很多的喜鹊呢因为没有食物而冻死了。但是来年人们所指望的柿子却被虫害毁坏了，这就是人所做的报应。关于奉献的一个重要目的呢，是供应那些为上帝做圣工的。有这样的经文，凡以色列中出产的1/10，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这段经文所说的呢，是因为利未呢是被分别出来做圣工的，他们没有地去种，所以要由那些种地的人供应他们。
所表达的就是我们这些上班的呢，应该拿出所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供应那些做圣工的人。也确实，教会的生存呢，就是指望着人的奉献。我体会呢，人通过奉献呢，能使人有机会思想他人的需要，所以我认同这句话：奉献是对他人祝福的机会。不过这样的观念呢，有时候是需要时间才能认同的，因为我以前呢，对于奉献的态度就是很勉强的。记得自己离开中国以前呢，除了参加一些官办的教会，也参加过家庭教会。记得当时有一对夫妻呢，年龄和自己相仿，他们却不上班，专门聚会查经。他们租了一个小房子，家具呢也很简陋。我当时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没有必要去怜悯他们，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上班而选择专门去讲圣经。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是住在父母的家里，不用交房租，对一个家庭的财务上的开销完全没有概念，也没有负担。虽然有时候也去那对夫妇的那里聚会，但只是去聚会。在自己离开中国之前呢，我有机会进入一家大公司，薪水呢比较高，令亲戚朋友很羡慕。但那个时候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呢并不深，想到的只是自己，认为这样的收入就是上帝为自己预备出国的费用，丝毫没有考虑到他人的需要。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在不知不觉中犯了一个错误。我们知道大卫在自己国泰民安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中犯了奸淫的罪，而我在那段不缺钱的日子里，也在不知不觉中把打算奉献给教会的钱，最终让我自己花掉了。我相信自己呢，在出国后的最初的10年里，因为收入很低呢，过着极为拮据的日子，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不过也正因为这样的经历，才使我回想起当年那个家庭教会的夫妇，才体会到他们当时的辛苦。马拉基书中有这样的经文：你们要把当纳的1/10全部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借此试验我，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将福气倒给你们，直到充足有余呢。这也是被教会引用最多的，因为这段经文中呢，上帝应许人可以用奉献来试验这位神，看他是否愿意赐人极为丰富的祝福。不过我想呢，人对上帝呢还是要有敬畏之心。这段信息所讲的呢，并不是投资与回报的金钱交易，那只是鼓励人去学习慷慨。因为我自己所做的呢是完全相反的。虽然经文并没有说有什么样的咒诅会临到那些挪用上帝款项的人，但我用我的代价学会了这个功课。我理解上帝的吩咐呢，对于我们这样的非犹太人，不是让我们也像犹太人那样生硬的去遵守。他所吩咐的呢，不是律法，而是让人学习慷慨，学习感恩。圣经所强调的是人愿意要拿出来，而不是强调谁能得多少。但是教会呢，却是人办的，所以人的吩咐呢，会注重在教会自己能够得多少。有的教会认为要保证11奉献给你的所在的教会，而资助宣道或者是施舍寄居的贫困的，那都是信徒额外奉献的钱。总而言之呢，人应该分清楚什么是圣经要求的，什么仅仅是教会要求的，人才不会因为人的要求而困惑。